Hello，你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份很特别的战略指南，它是专门为了即将到来的2026年科技巨变所写的。里面提出了一个超级大胆的主张，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既不完全属于人类，也不完全属于 AI，而是属于一个全新的物种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，从每个人心里头那个最大的问号开始。这个问题，说真的，在现在的职场上，已经造成了超级多的焦虑了哦。你猜答案是什么？这份指南给的答案真的会让你吓一跳，而且超级直接。好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真正威胁你的，根本就不是科技本身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场大变革背后的警讯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说，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，而是一场攸关你我存亡的生存挑战？相信大家最近都看到很多裁员的新闻头条，对吧？但这件事，它不只是一个景气循环而已哦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转变信号。你想想看，连亚马逊这种科技巨头都在裁掉那些做重复性单一任务的职位，这背后传达的讯息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追求极致效率的时代，如果你还守着那种传统的工作模式，那真的会变得很危险。好，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新概念，叫做赛博格。你先别想到科幻电影去，这里说的赛博格其实是未来专业人士的新标准。未来的赢家就是那种结合了人类的智慧跟 AI 的效率的混合体。所以说，这种人机协作到底要怎么运作？它实际上是怎么帮我们创造更多机会，甚至是带来更高收入的呢？我们直接来看证据。现在这张投影片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思维框架。你看，这一场战斗的对手早就不是机器了，真正的竞争是在懂得用 AI 的人跟不懂得用 AI 的人之间。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，这个结果真的完全跌破了大家眼镜。你想想，2016年的时候 ，AI 教父还公开预言说放射科医师会被取代，结果呢，现实完全走向相反的方向。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杰文斯悖论，也就是说，当 AI 大大降低了判读影像的成本跟时间，反而刺激了更多人去做医疗检查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放射科医师的年薪居然还成长了 7.5%， 这说明了 AI 并没有取代他们的专业判断，反而是帮他们接管了最花时间、最无聊的看片子工作。这样一来，顶尖的医师就能把他们宝贵的时间跟精力专注在那些 AI 做不到，但价值却非常高的核心工作上，比方说规划复杂的微创手术，或是跟病人做深度的沟通。好，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来自软体界 ，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讲的这句话，可以说是完美抓到了这个时代的精髓。这句话完美地展示了 AI 是怎么赋予那些懂专业知识的人更强大的力量。比方说，一个完全不懂程式码的专案经理或是创业者，现在可以直接用 AI 很快地打造出一个产品原型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门槛，让很多好点子能有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速度变成现实？好的，了解为什么很重要，但现在我们更该关心怎么做。你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为自己的职涯打造一道别人无法攻破的护城河呢？这份指南就提出一个超酷的新身份，叫做 IPS AI 应用规划师。你只要掌握了3大核心能力，基本上就没人可以取代你了。第一个就是流程规划力，白话一点说你得知道什么事情可以丢给 AI 做，什么高价值的判断，这个得留给自己来。再来是精准指令设计力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就是你跟 AI 沟通的能力。你能不能把脑袋里模糊的想法变成 AI 听得懂的精准指令？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风险与伦理控管力。你就是最后那道人性关卡 ，AI 再厉害，也需要你来确保一切都正确、安全、合法。好的，那实际上我们需要哪些工具才能开始建立这套新技能呢？来，你看这张表，这就是你的全新武器库。
从可以帮你外包大脑思考的 ChatGPT， 到一键就能生成漂亮简报的 Gamma， 再到能够自动化处理各种琐事的 Zapier， 这些工具的应用范围超级广，从你的正职、副业，甚至到家庭生活，通通都用得上。这就像是为自己装备了各种不同的超能力一样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。它要改变的不只是你的工作，而是你整个人生。所以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一次全面的人生升级。你会建立一个拥有多重收入来源的反脆弱职涯，然后把时间从那些繁琐的工作中赢回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成为家人的数位领航员，引导他们怎么去善用科技。所以说，最关键的一点其实是完成一次非常强大的身份转变。你再也不是那个被时代浪潮推着走的工作者，而是能够主动驾驭科技、亲手设计自己人生的规划师。好的，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，这份指南留下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提问。它把主导权完完全全地交还到了你的手上。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，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